如果不是最近重新仔细看舞台画面，恐怕很多人都不会发现，原来肖战手中的麦克风已经悄悄发生了这么多变化。对于喜欢肖战的观众来说，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值得反复观察。灯光、服装、舞美、动作，甚至他手里拿着的一支麦克风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小巧思。尤其是定制麦克风，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演出工具，而像是陪伴歌手走上舞台的一件专属装备。而现在回头来看，我们似乎已经见过至少5种不同设计的定制麦克风，每一次出现都带着一点新的感觉，每一个版本又似乎在悄悄记录着肖战舞台风格的变化。很多观众看演出时，第一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肖战本人，他的舞台状态怎么样？今天的造型是什么风格？演唱时的情绪有没有变化？现场互动是不是又出现了令人心动的瞬间？相比之下，麦克风往往只是画面里的一个小物件，但如果把不同舞台放在一起比较，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定制麦克风的外形、细节和整体设计会随着不同舞台产生变化，有的时候低调简洁，有的时候精致醒目，还有一些版本会让人一眼就感受到独特的个人风格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粉丝突然发现怎么又换了一个版本时，那种惊喜其实非常特别。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变化，而是一种藏在细节里的惊喜。如果把这些麦克风看成一个连续的系列，那么每一种设计都像是一个小小的时间节点。第一种可能让人感受到的是熟悉与经典，第二种开始加入新的视觉元素，随后出现的版本在细节上变得更加丰富，到了后面的设计又能够看到更加鲜明的个人审美。这种变化最有趣的地方在于，它并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刻意升级感觉，相反，它更像是在原有基础上慢慢调整。这就像一位歌手不断探索自己的舞台表达方式，音乐会变化，舞台会变化，服装会变化，而陪伴他完成演出的麦克风也在一点点变化。所以，当第5种设计出现的时候，真正让人惊讶的并不只是又换麦克风了，而是原来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见证了这么多版本。因为它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陪伴感。普通麦克风可能只是演出设备，但定制麦克风却容易被赋予更多情感意义。它会出现在歌手最闪耀的时刻，也会伴随着一场又一场演出。观众每次看到它，都会自然地把它与某段音乐、某个舞台、某一次现场记忆联系起来。因此，当设计发生变化时，粉丝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件物品，他们看到的是属于那个阶段的舞台记忆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小的变化，竟然能够引发如此多的讨论。有人关注颜色，有人观察造型，有人比较不同版本的细节，还有人会回顾以前的舞台，然后突然感叹，原来已经换过这么多次了。这种考古式的快乐，也许正是追随舞台细节最有趣的地方。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看，定制麦克风的变化其实也可以成为观察舞台审美的一扇小窗口。歌手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舞台气质可能完全不同，有时需要更加简约、干净的视觉效果，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演唱本身。有时舞台氛围更加华丽，配套的麦克风也会成为整体造型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麦克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它需要与服装、
灯光、舞美，甚至歌曲气质形成协调。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时，一个小小的麦克风也能够成为整个舞台视觉的一部分。而肖战的舞台之所以让人愿意反复观看，恰恰就在于这种细节不断叠加之后产生的完整感。第一次看，可能只觉得舞台很好看；第二次看，开始注意造型；第三次看，突然发现一个小动作；再看一次，甚至连手中的麦克风都开始研究起来。这就是舞台细节带来的魅力。说到底，大家讨论的也许并不是麦克风本身，真正让人觉得可爱的是他一直陪着肖战出现在不同的舞台上，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，从一次演出到下一次演出，观众会发现，原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也在陪伴着舞台一步步向前。这种感觉很像收藏记忆，每一次看到不同的设计，就像打开一个新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着某一场演出的画面，某一首歌的旋律，以及当时观看舞台时留下的情绪。所以，当有人突然发现第5个定制麦克风的时候，大家会兴奋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升级或者一次更换，它更像是一个藏在舞台里的小彩蛋。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5种不同的设计，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也随之出现。下一次站上舞台时，肖战手中的麦克风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化？会继续沿用经典设计，还是加入完全不同的元素？会更加简约，还是更加精致？当然，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已经出现过的版本。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有新的设计，只能等待后续舞台来揭晓。但也正是这种未知，让人产生了期待。也许下一次观看舞台时，我们不妨除了关注歌声和舞台表现之外，再仔细看看他手中的麦克风，说不定又有一个新的小惊喜正在悄悄出现。而这或许就是追随一个舞台表演者最有趣的地方。真正值得记住的，不一定都是最宏大的瞬间，有时候一个很小的细节也足以让人会心一笑。最后，也感谢每一位认真观看到这里的观众。正是因为大家愿意关注这些细微之处，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一个舞台背后还有这么多值得慢慢品味的小故事。那么，你发现的肖战定制麦克风是哪一个版本？你更喜欢经典款，还是后来出现的升级设计？如果未来还有第6个版本，你最期待它加入什么样的元素？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